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接着看下面的这一段文。又是血气之属，皆含灵之，既有灵之，皆我一体。纵不能功修至德，实之尊乎？轻乎？岂可日强物命，使之仇我害我于无穷也。一思及此，将有对摄伤心，不能下咽者矣。这一段话说得非常之好啊！我们要常常想到，这一切动物有血有气啊，血气之如都是讲的动物，动物都有灵知啊，都有知觉，既有灵知，皆我一体啊。我们知道，这个物质是有界限的，灵知没有界限啊。没有界限，这才知道是一体啊。所以佛说，虚空法界是我们心的现象啊，跟我们心呢是一体，也就是心显现出来的样子就是虚空法界啊。那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样子，就是众生、国土，包括现在所讲的自然现象。凡夫粗心大意，很难觉察到虚空法界跟自己是一体。正因为它本来是一体，所以一切众生彼此之间都有感应。感应的灵敏程度与众生的清净心、染污心呢，可以说成一个正比例。心越清净，感应的灵敏度越强。所以在佛与大菩萨他们的境界当中，整个虚空法界所有一切众生跟他都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就如同他这个接收器非常灵敏，极微弱的这个波动他都能够收得到。而我们凡夫这个接受能力差了实在
我们接受能力原本是相同的，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呢？他的接收器呀，保持得非常完整，跟新的一样我们这个接收器呀，不知道保管，染污了许许多多尘垢，脏乱不堪，所以接受的能力差了。只有大的波动，我们能够觉察到；微细的波动完全接受不到了。就像这个比喻相似。如果我们自己能够真正做修养的功夫所以修养功夫就是把我们心地的秽垢洗刷清除掉，恢复到我们的本能，那我们接受的能力就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了。虚空法界，过去未来所有极其微弱波动的现象，我们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接收的工具不需要机械，不需要肉体诸位要晓得，接收能力不是肉体，灵知那灵知有没有相呢？我们一般人讲灵知没有相，佛在经上也这么说，这个说法是对凡夫说的凡夫能够理解，就他的程度，就他的常识来说，不是佛菩萨自己们所说的佛菩萨自己们他们在一块说灵知有相。那么这个色，这个色就是色相这个色相叫无表色换一句话说，我们的眼耳鼻舌乃至于意都没有办法感受得到所以这是无色。其实无色还是有色我们见不到的色，佛菩萨能见到的。这个话很难懂我们得举比喻来说。譬如人都会做梦，那我问你梦中有没有色相呢？我们细细去想一想，不能说没有色相为什么呢？我这个梦醒之后回忆这个梦里头境界清清楚楚我梦到哪些人物，梦到他在做些什么事情梦到那些生活环境的状况就像真的一样那怎么会有色相呢？那么既然有色相，你在做梦，旁边这个人为什么看不到呢？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到佛讲无色界，那个无色界就像是梦中的境界，定中的境界，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人觉察不到别的人跟我们在一起，无论他是醒着或者是一同睡着，他没有办法进入到我的梦中他见不到我梦中境界道理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是有功夫的人也就是说心地清净的人，清净到一定的程度，你做梦他在旁边能看见
我们在传记小说里头看到那些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大家读书也许都读过传奇小说的黄粱梦这一个老道是个修行人有定功他在那个地方闭目打坐旁边这个秀才在旁边打瞌睡，在做梦梦醒了之后，这个老大跟他说，你梦中做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他全都知道了。怎么知道？他看见了嘛。梦中那个心，那个境界，心变现的他看到了。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色有粗的色，有显色，很明显的有极微细的色，我们凡夫无法见到的，无法体会到的这样我们才能够信得过佛菩萨甚深禅定他那个心清净心清净的程度，我们无法想象得到。在他那个境界里头，一切众生极其微细的念头，极其微细的现象，他一目了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知道灵知跟我是一体灵知自然是一体，色相也是一体。说纵不能共修之德我自己不能把自己的道德水平修到究竟圆满为什么呢？道德真正到这个程度，这些小动物对你都尊敬对你都爱护。这个亲我就是爱护绝不会来干扰我。我们要有德行去感化他们印光大师70岁之后，房间里这些小动物都没有了蚊虫、蚂蚁、蟑螂、跳蚤一个都找不到。70岁的道德修养达到这个水平这些小动物对于大师都敬仰都来保护他，怎么会来干扰他呢？我们见到了，我们听说到了，自己也要加功修德我们今天自己修的还不够为什么呢？自己居住环境里面还有这些小动物不过自己也有体验，也能证明古人所讲的是事实，因为自己断恶修善心地一天比一天善良，一天比一天诚恳，一天比一天清净，一天比一天慈悲我们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做从什么地方看呢？从居住环境这些小动物看它来骚扰我们呢少了，数量少了，次数少了这是我们自己很值得安慰的自己的善德在进步但是还不够。为什么呢？没断绝
但是自己有信心，2、3年之后大概我们居住环境这些东西可以断绝。我们绝没有心想把它赶走，当然更没有杀害的这个念头。我们爱护动物我们每一天读经念佛修集功德，也都回向给他们。我们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们照顾他，他也会照顾我们都有明显的感应。我们尊重他，他也尊重我们；我们敬爱他，他也敬爱我们。不仅是动物连植物、树木、花草都有感应我们爱护它，照顾它，它长得美花开得好，开得香它的回报来供养我们我们种的菜，种的花果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去采来吃那是他甘心情愿来供养我们对他真的有爱心现在我们发现外国人常讲的这个植物喜欢音乐确实是如此所以我们的菜园播放音乐这个音乐是给这些植物供养他们的现在我们这个播放音乐呢，我们改播放佛号改播放讲经他们也会听我在这个图文巴山上我们自己种的有丝瓜大概种了也不少。悟谦法师就照顾他们。有一天晚上，这个丝瓜托梦给他，说丝瓜长得太大了，太老了，你还不来采？到第二天呢，他果然去找到一个很大的丝瓜，真的已经太老了那采下来之后，只能留着做种子了。丝瓜会托梦给他叫他去采，已经太老了。植物都有灵性何况于动物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要生在爱的世界里面，要生在感恩的世界里面，要生在互助合作的世界里面，这个人生多美真善美慧不是口号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能够契入这个境界，又何乐而不为之呢？为什么天天杀害生命来养活自己呢？这些动物它不是甘心情愿来给你吃的你杀害它，它恨你你跟他结的冤仇这个冤仇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佛在经上常常提醒我们，吃他半斤来世要还他8两人死为羊羊死为人，生生世世互相仇偿，这桩事情多可怕这是愚痴到了极处所以一个人修行在菩提道上障碍很多，这障碍从哪里来的？都是无量劫来以及这一生当中
给这些有情无情结下了许许多多的冤仇怨恨造成了许许多多障碍我们今天有幸读到圣贤书，闻到圣贤的教诲幸亏还有一点善根福德，听了读了，深信不疑依教奉行老老实实认真努力去做，才证明古人的教诲真实不虚佛教导人信解行证最后一定要证实事实真相，于是大白所以我们常常能想到这桩事情，特别是在饮食的时候你能够想到，你就不忍心吃众生肉了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接着了凡先生又说，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以情所宜亲背离相干，与我何余？本无可怒者。这个真的要看得开你为什么会发脾气呢？当然看到别人呢把事情做错了得罪于我了，我才会发脾气人为什么把事情做错为什么会得罪我？要多想一想这个人诽谤我，侮辱我，伤害我，我要想一想他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为。他对我不了解，对我有误会，我们彼此之间没有良好的管道沟通，所以才有这样的现象。这个事情不能怪他，我自己也有不是处纵然自己没有不是处，过失都在他那一边，与我又有何干佛在《无量寿经》上说得好特别是我们处现代的社会，看到许多人为非作歹，使我们自己有时候确确实实好像不能忍受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先人无知，不摄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佛说这个话多温和。这些人，他的父母，他的长辈不懂得仁义道德，没有好好的教导他了，所以他才犯过才做一些违背法纪的事情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应当原谅他不能够责怪他。你看这样的心多平和这个心量多伟大，我们应当要学习不可以责怪他。即使教导他了，他还犯过失了，我们也要回头反省，
我教导的不够好，我教的不够圆满啊！我教导他，他为什么还做不到？不要把过失都推给别人，应当回过头来自己好好想想啊！你比如现在有很多做父母的啊，遇到我法师啊，现在儿女不听话了啊，有很多做老师的了，告诉我法师，现在学生不听管教啊。我的回答，我说你的子女学生没有过失，你没有教好啊，你怎么能怪他呢？啊，不错，现在社会的大环境非常恶劣，邪知邪见，导致邪行充斥在世界。年轻人哪有不受熏染的道理啊？这是现在年轻人难教啊一个外在的因素。可是这个外在因素啊，我们如何用内在的真诚去克服？古人讲的不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呀！那我们再细想一想，连这小动物，蚊虫、蚂蚁都能感动，花草树木也能感动，人岂不能感动吗？不能感动啊，是我们的精诚没有达到啊！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这样的反省，那就好了，一定呢会把自己的德行向上提升。唯有提升自己的道德，才能感化现代这些年轻人。我们自己没有清高的道德，一味去责怪年轻人，去惩罚年轻人，这不是办法教育这个手段，惩罚不是一个最好的手段最好的手段是感化了，是要自己用真诚、爱心亲近、平等的爱心，去感化一切众生佛菩萨对于畜生、恶鬼、地狱都能够感化他，都能够引导他回头是岸何况世间有情众生我们应当想想，要怪自己的功夫德行不够，决定不能怪别人还没有接受感化这样才能成就自己，成就他人佛在经上说的，未能自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这句话说得好所以你要想度化别人，必须成就自己的德能唯有自己的德能，才能感化别人呢，才能够度化众生。佛在经教上说的这样的圆满，这样的究竟，我们读诵经典的人不能疏忽我们不能成就，实实在在了凡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因循、粗心大意
进一步，这又教给我们：有司天下无自恃之豪杰，亦无有人之学问，行之不得了，皆己之德未修，敢为之也。这些都是我刚才所说的。天下没有自以为是的豪杰。凡是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这个人绝不是英雄豪杰。那称赞他是英雄豪杰，那只是称赞而已，有名无实啊！真正的英雄豪杰绝没有自以为是那我们称佛为大英雄你看这个寺院里头供养佛像的大殿，称为大雄宝殿这我们称他大英雄佛有没有自以为是呢？没有佛跟众生讲经说法，他说了，他自己没有说一句话了，没有说一句，说了49年这是什么缘故呢？他所说的都不是自己的是谁的呢？古佛所说的孔老夫子一生教学，也说他没有他自己意思，他一生呢只是述而不作，所说的都是古圣先王的教诲。你看这么样的谦虚绝没有自以为是，绝不加自己的意思在里头，这是真正的英雄豪杰说亦无有人之学问，有是怨恨的意思圣贤人的学问呢，绝不会引发一个人自私自利，绝不会引起一个人贪嗔痴慢，绝不会教你去害别人利益自己。圣贤的学问没有这些一个从人上说，一个从学上说那回过头来我们反省自己，行有不得了，皆己之德未修。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反省我们自己确确实实道德没有修，我们的真诚不够，所以我们的感化达不到无学以自反呢，这些东西我们要认真自己反省所以要想帮助社会，帮助别人帮助社会安定和平，帮助一切众生幸福美满，从哪里做起从自己修德做起你自己没有真正的德学，如何能感化众生自己还有一丝毫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念头还没有放下，如何能感动众生如何能行菩萨道？这些话句句都是真话，都是实话了
所以我们想帮助这个世间减少灾患现在大家都知道世间有不少人都相信古老预言所说我听很多同修从欧洲回来他说欧洲人呢都非常尊敬相信呢这个16世纪的预言家诺斯多玛斯，他们呢都把他当作圣人来看待。他的预言是讲我们这个世纪有大灾难了基督教圣经里面讲世界末日伊斯兰古兰经里面也讲世界末日，大概都是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这些书看了，这些话听了，也忧虑不安我们自己如何能在这个灾难里面呢幸免？如何能够在帮助世人度过这个难关？有没有可能呢？我们今天读了《了凡四训》，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可能。我们自己修养道德，自己就超越了。佛家里所说的共业里头有不共业我们自己可以超越。我们自己有能力超越，那就要帮助广大了苦难众生如何帮助他呢？一定要以德行，要以学问去感化他，让他觉悟，让他明了，让他忏悔，也能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个灾难可以化解纵然不能完全化解，可以把灾难程度减轻，把灾难的时间缩短，这个效果就是很大的功德了。我们应当认真努力去做。怎样修养自己的德行？这个书里头举的例子很多。我们细心去体会，反复的推敲他底下又举了一个例子：这毁谤之来，借磨练欲成之地，我将焕然受赐，何怒之有？这一条，我们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遇到的，我们能不能做到呢？别人恶意的诽谤我们诽谤我听了之后，能不能呢一丝毫怨恨的心都不起？这是功夫有人造谣生事，在外面诽谤我有同修来告诉我某人说你的坏话，怎么样诽谤你他一开口，我就制止他，不要再说下去他感觉到非常惊讶，为什么？我告诉他，我希望我的心对那个人呢，永远保持最好的印象我不希望他的不善
种种的言行放在我的心里，我不希望。我永远记人家的好处，记人家的善处。我的眼睛看天下都是善人，都是好人啊，绝不把别人的不善呢放在我心上，把我的心变成不善，这个损失就太大太大了。那个说我坏话的人啊，破坏我的人，从前对我很好啊，我永远感他的恩，戴他的德啊。以后种种这个不善呢，那是别有因素，这个因素里面多半都是误会呀。啊，他为什么从前对我好，现在对我不好呢？啊，从前我对他有好处，现在好像我对他没有好处。啊，从利害上啊，心理、态度、言行改变了。啊，这个改变我清楚啊，我过去对他好，现在对他更好，啊，是他不了解。啊，为什么呢？他的心目当中啊，只是名闻利养的利害啊！我今天已经提升了一步啊，我今天完全讲的是德行啊！在道德上向上提升了，名利上我放下了啊！我对他的好，他不了解，他产生误会，我应当要原谅他。说原谅他，我的这个心胸已经很小了，已经是错了啊，完全没有这回事情啊！这个事情它在别的地方可以发生，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没有发生过。我们这才能回归到自然，回归到天性啊！许哲为什么120岁还这么年轻啊？还这么健康，一生不生病啊？还能为社会苦难众生服务啊？他为一些老人服务，其实那些老人比他小得多啊，70、80岁的老人啊，他100多岁的人还替他服务啊？什么原因呢？心底里头不夹杂丝毫不善的念头啊，决定不许可有丝毫不善的东西跑在我的心里面去，我都要防范呐。我这个心里头只容纳一切众生的善心、善行啊、善德，这才是修养自己的道德啊。所以，我们遇到了人家诽谤、侮辱、陷害，我感激啊。为什么？从这个境界里面来勘验自己功夫究竟到什么程度了啊？如果我还有一念厌恶的心，有一念不高兴，自己立刻回过头来要忏悔，我的德行不够啊，为什么经不起考验呢？啊，所以决定是欢喜受赐啊，何怒之有呢？啊，人家这样对我，我用这个态度对他，哎，这个慢慢传到对方去了，对方会感激，会回头是岸。我救了自己，也救了别人。啊，如果我一听到别人诽谤，我就发怒，啊，我就存报复的心，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
自害害他了。这个道理不难懂啊！这个事情利害得失，也不是很难明了的。多想想，多思维，我们就能够自救救人，自度度他，这又何乐而不为之呢？所以，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希望一生当中都能保持着真诚心，都能够永远保持着爱心。爱一切众生，人爱我，我爱他不难呐；人恨我，我爱他，这才叫真正功夫真正的德行，真正的学问造无逆十恶的罪业的众生，我还是以真诚平等的爱他因为我知道他有佛性念《三字经》上第一句是“人之初，性本善”的我知道他的性本善他的真心，他的真性是本善我尊敬他，我爱他他染上的那些不良习气，那不是真的，那个可以改的所以只要一念回头，他就是善人恢复到他本来这些道理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廖凡先生接着说：“又闻谤而不怒若无其事，虽谗言熏天，如炬火焚空终将自熄。”我从年轻的时候学到了，我懂得，我明了好像是在去年，这个悟道法师把这个台湾有一些报纸杂志传真给我，写了封信给我。这一些呢，都是台湾一些出家人指着我的名字诽谤我侮辱，说我这个提倡无量寿经汇集本是很大的罪过误导许许多多念佛人长篇累牍的文章写在那里。悟道法师要找一批同学写文章来反驳，我立刻打电话告诉他，随他去骂，一句话都不要说。为什么呢？他骂累了就不骂了嘛，与我不相干嘛。他写文章随他写，他总会有写累的一天呢我们一丝毫反应都没有。他悟道是忍了气，好听话我们就不理他。那现在不就没有了吗？这个骂人要知道两个人越骂越起劲。如果一个人骂，一个人不吭气，骂到最后他骂累了，他自然就不骂了。这个人坐在这里很舒服在这什么，在这听唱歌那哪个人高，哪个人低呢？旁观的人说：“某人有修养，某人这个的风度很差。”有人批评我们何必说一句话呢？何况骂人好累呀！那个发脾气对身体的伤害非常严重。发一次脾气，那个许哲讲3天都不能恢复。你为什么要发脾气那他骂你，你很难过；他骂别人，你为什么不难过他骂我净空，净空是假名很多人都可以叫净空我何必要接受呢？
啊，人家骂你，你就接受了，你傻了，你愚痴啊！啊，你听了像他骂别人一样，与我不相干，心平气和，这个冤就化解了啊，对我误会也化解了，不要去理他了啊。打架也是如此，两个人越打越起劲。如果一个人打，一个人不还手，那个打的人打几下，他就下不了台了。你再打，人家不还手，你不打，自己又难堪。这个方法对于喜欢打架的人很有效果，我都用过。啊，我在年轻时候遇到一些同学朋友发脾气的，他打我，我不还手。啊，他把我推倒，我就倒在地下不起来。旁边人看到他在那里很难看，下不了台。那要打不下手，不打好像这个也没办法收回。我这一招很高明啊！啊，所以不要跟人争，一定要保持好的友谊。啊，这种过失错误，希望把这个时间缩短。友谊要很久，要长久。做人的道理啊，帮助自己成就别人啊，所以一切谗言自己会消失啊，不必我们去辩驳啊，愈辩愈黑呀啊，不能辩驳，自然的化解了，这个好。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